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王。哎，我是内蒙人，内蒙古乌海人。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，但你也许在蚂蚁森林上帮我们这个城市种过梭梭树。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蒙古包的内蒙，沙漠化大概在60%。所以在我们这儿的环境下呢，其实我们那儿小混混是不染发的，因为出门就是黄毛。风沙里面走路举步维艰，走一步得退2步，一步2步，一步2步，6步。曹植7步成诗，在乌海根本张不开嘴。煮豆，哥哥杀我。拿着东西是很容易会被刮跑的。从小我就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也许是被大风刮跑的。所以我们会利用这点，考得好呢，就会把卷子放到书包里；考不好呢，就会让答案在风中飘。我甚至见过1匹布被刮上天，1匹布33米。在天上缓缓地展开，遮天蔽日，以为哪个神仙踢被子了，然后一群人往下拉布布。在沙漠每天玩回来，浑身都是沙子，像一个文物一样。一个班级做操15分钟就是一个兵马俑方阵。西安兵马俑长得都差不多，很无聊，但我们那个刮风可什么俑都有啊，男女老少俑。自行车俑，台球桌俑，整个乌海可以说是风起涌涌。沙漠是无情的，前一天玩的痕迹，第2天就会被风沙刮得消失殆尽，整个城市跟失忆了一样。我们那城市好像得了一场怪病，阿尔兹沙漠症。从小就要发誓逃离这种环境，就去了北京，然后发现北京也有沙尘暴，甚至传闻北京沙尘暴就是乌海刮来的。想我的风还是吹到了北京。我是2011年离开了老家，然后离开以后老家开始转型，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甚至查了一下，我们老家就是11年开始发展的。一时分不清楚谁逃离谁。我现在生活在北京，其实工作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稳定，也挺漂泊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演出嘛。有时候7天7个不同的城市，要住同样的全季酒店，吃一样的麦当劳。回到北京租的房子里面反而睡不着觉，认床，躺在那儿扶墙找那个总控按钮找不着。为了适应这种舟车劳顿，我在家专门换了一个全季同款的枕头。为了回家能有家的感觉，甚至吃麦当劳吃出了乡愁。有时候看着麦当劳 logo 在感慨，我说这个 M 该不会是妈妈的意思吧？然后会跟着背景音忍不住唱出来，麦当劳妈妈妈妈妈。有一天在酒店刷小某书，刷到很多人在小某书上种草乌海，我说是得种草，因为树也活不了。说乌海已经转型成为了旅游城市，但小某书的宣传有点太夸张了，说是京郊2小时可达的沙漠美景，飞机2小时。别这么宣传吧，飞机2小时都到上海了，这也太难选了吧？啊，乌海和上海。成吉思汗跟琳娜贝尔，甚至还刷到《再见爱人》第4季的最后一集是在乌海拍的，就他们决定下车要分开走的那条沙漠公路。我是怎么知道呢？我当时看的 cut，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漂亮呀，查了一下，居然是我老家。那种感觉太奇妙了，就是你以前觉得没这么好，分开以后越看越好，原来这个就叫再见爱人。其实老家每年都在变，甚至变得越来越好看，绿化也变好了。你越来越老，老家越来越年轻了。我觉得很奇妙，就是你一身基础病回家，哎，你爸做医美了。
我妈甚至把我家都装修了一遍。我回家问我妈，我说我睡哪儿？我妈说客房。我说好，那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办入住了？走了以后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喝了冰箱里一瓶饮料？哎，想全记了。我现在对老家熟悉又陌生，我不属于北京，老家也不属于我，属于好像的就是那一个个星巴克、麦当劳、全季这一个个连锁店。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，我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北京、出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一个连锁店人。我当然希望老家好，但你总有一些时候想回到小时候。那个时候卷子被大风刮跑，答案在风中飘。但现在偶尔北京还是会有沙尘暴，我一定会出去看看。是你吗？故乡。乌海。我们顶峰相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谢谢大老王。喜欢大老王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要不先问问大林吧，这看了大老王3年了。我看他呀，哎呀，看着我长大的。哎呀。对，头1年叫老王，今年才叫大老王了，啊，挺好的。我是觉得，细听下来，感觉他的这些东西还挺浪漫，是吧？这个他一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有点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特细腻。之前一直没发现你这个闪光点。哎呦嗨！今年觉得您越看还觉得越有点儿，嘿，这个你看，哈，这大老王，哎，跟个手办似的啊，这样。反正是挺好，挺可爱。跟您聊2句啊，就说您这来到北京是多长时间了？10几年了吧，是12、13年了吧？啊，那您对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？我就觉得熟悉上班的地方，对，但是没有任何归属感，但只是有些朋友啊这种感觉，就是感觉永远会离开，但是你也不想回老家。他刚才说北京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。然后觉得离老家又远了，那个我倒是有，就是找不着故乡，他的这个感觉啊，这诗意在这儿了。那句话特别有感触，就是老家越来越新了，我越来越老了，是这么说吗？对，因为我突然想到，我前2年回老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初中都拆了，然后你发现它已经不是你童年的样子，然后你也回不去了，他也回不去了的样子，对。就是浓浓的乡愁的感觉，很好，特别浪漫的散文，让我想到你那篇《我的一天》，不同的风格，但是有同样的气质在里面。谢谢。但反正能看出来，大老王这次就是特别的努力。你看，唱歌用上了，使相用上了，煽情用上了，没哭啊，这次反正是。突然想到，我前2年回老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初中，我的初中都拆了。我以为都挺先进的技术呢。我是拍在那个是你吗故乡那儿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我很触动。然后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观察还特别好，就是这个连锁店，因为大家这个城市现在都很像嘛。你去任何城市，其实那个景观都很相似，这是一个很普世的一个感受啊。然后你把它说出来了，我觉得很厉害。谢谢老师。这应该是从咱们可能从我这个岁数往上，可能往上个20岁，可能往下个10几20岁，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经历。交通发达了，但是就是大家需要更好的机会或者向往更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，就一定会离开自己的家乡。我是觉得处理的蛮好的，挺轻盈的，是吧 ？Yes。谢谢大老王，谢谢。就是可能所以就让那个后面老师从这种情绪出来啊，是很好的段子，大家放松，好吧。好嘞。录制前一天晚上，大老王一直把开放麦坚持到改到最后一刻。他很想把这篇稿子讲好，关于他的家乡。对，很浪漫的一篇稿子。每个人对家乡都是这种复杂的情感。你不能像吐槽一个社会现象一样去狠狠地吐槽它。但你又不能明显的说你爱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老王，我是内蒙人，内蒙古乌海人。
我们顶峰相见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其他演员看到他都会说一句：“哎，这下咱们有救了！”掌声欢迎季鹏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季鹏啊，我是一个中医啊，不是老中医，青年中医啊，90年的啊，等会儿，90年不行吗？90年这样也差不多了吧？行，不要问了，真是中医啊，中医不能减肥，别问了啊。其实我也瘦过，我减肥成功过，就当中医之前，上大学那会儿。那次为什么一定要减肥呢？就是因为那会儿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，给了我减肥的动力。哎呀，特别诱人。他说每一个胖子都是一张没有刮开的彩票。啊，就是我那会儿就年轻啊，就不太了解咱们这儿的这个彩票。我说我是彩票，我得刮呀，我就上网查怎么减肥最快。人就告诉我了，2月吃素绝对能瘦。我说2月谁坚持不了啊？我就天天就柿子黄瓜豆，柿子黄瓜豆愣吃2月。2个月减了37斤，然后就脱发了。彩票刮开了，从这儿刮开的。这还不是最可恨的，最可恨的半年以后就反弹了，肉回来了，头发没了。这叫什么？是凭什么呀？脂肪伸缩自如，毛囊直接退休。我跟你说，脱发太可恨了。脱发那就是命运对人类的一种嘲弄。为什么？你想这发型啊，头发来说啊，两边剃再短不嫌短，中间留再长不嫌长，这脱发就只掉中间不掉两边，有用的全给你掉了，没用的都给你留着。我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这中间不长头发，整个头就作废了。以头发来说，这就黄埔，这就静安，这就崇明，知道吗？你黄埔静安给我摧毁，留一堆崇明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，我是任何发型整不了了，对吧？你能想象吗？我现在我留一个披肩发，我求千尺，我连那直发都做不了了，我这前面太少了。我要想直发，我得把周围所有的这个全放在中间。啊，整个中国喜剧界能驾驭这个发型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郭麒麟的爸爸。我敢吗？我敢吗？我这样上来，我说天亲，僭越了，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好吗？你一旦脱发了，老老实实的，人生中最后一个发型，不要再挣扎了，越努力越心酸。你见过吧？有那大哥，哎呀，中间都掉光了，愣把旁边头发梳过来，假装自己还有头。你干什么呀？这什么？这防晒呀？啊，他这人太乐观了，他妄图欺骗我，这条形码是他头发呀！啊，谁看不出这是个10分呢？是吧？你想过他每天早晨起来有多心酸吗？各位，他晚上得睡觉，然后睡觉翻身了，早上起来头发这样了，他得来到浴室对着镜子，第一步哎扣上，第二步调整这个行间距。那还有第3步呢，是吧？还得手行缩进呢，是吧？太心酸了啊！但是从逻辑上我能理解他，为什么他没有头发，他梳过来5根6根，这不显多吗？这我能理解，我就不理解谁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就梳过来1根，这边都锃亮，从这一圈里头愣留一撮，歘留就这样，就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人造发际线啊，就为了告诉我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脸，啊，显脸小是吧？哎，我夏天跟他说话，我都没法把我注意力集中在他眼睛上，我怕什么？我怕这根一会儿掉下来，他掉下来了就给我陷入一种道德的两难，我是服是不服啊？太尴尬了，朋友们，你琢磨啊，你琢磨他走廊里冲我这样就来了，啊，我在对面我怎么办？我说你发型乱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嘲讽他，为什么要这样说他？
因为你们脑子里头现在只有他静态的画面。你见过他骑电动车吗？太混蛋了。空气刘海，发着电报就来了。他还是我个长辈儿，他从我前面骑过去，我看着他我不能乐，他我，人还给你打招呼。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90后就非常的不公平。好在我是一个中医，我这个长相90后当中医，那可以说是少走了10几年的弯路。好，那患者一推门进来，办公室4、5个大夫，谁都不理，就找我。呀，主任呐，我实习的，小季。你找主任是吧？你找主任上走廊吧，主任查房去了。啊？主任可好认了，就那个，啊，有头有脸的。哎，后来我是打听了一下，他是听说主任头发少，他没想到我们科室等级那么森严。啊，你想这是主任是吧？那边还副主任呢。然后才是我呀，我不能输人那个强者的发型，那不又僭越了吗？啊，人那1道杠、3道杠的都有级别的。啊，你以为呢？是吧？正高、副高，是吧？我不能恶意模仿，要主任能爱看我吗？人主任早上骑个电动车挺高兴。好，我从那边拐过来，我俩顶峰相见。哎呀，就是一定要理性减脂、科学减脂啊！不是所有人减肥成功以后都显年轻，啊！我要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，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季鹏。谢谢季鹏。喜欢季鹏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演得很松啊，而且我刚跟这大老王我们说了一句，就感觉运用了很多相声的技巧，应该是您看着有这感觉吗？因为提相声演员了是吗？他这语言上，他的那个气口上之类的，反正听着很舒服。我觉得您这口风特别中听。我澄清一点啊，这郭老师他是因为他不脱发，他才留那发型的。是对啊，对吧？要中间没有，他没法留啊。对啊，他这彩票刮开是一桃，你知道吗？挺喜欢您这风格，从上半场开始，每次咱一有点这种集体活动啊，我就特别爱观察这个季大夫。这季大夫特别的，就是你说他合群吧，他反正也不掺和；那不合群不，他还跟那儿站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您在底下跟那儿正那个问题发现我在告诉大家的时候，他就跟上面。他正发现问题呢，跟那儿正找着呢。之前凡是又唱又载歌载舞的，他跟这儿都是。是。年轻人，问题出现。岁数大了，动不动了，中医一静不如一动。那我就说这个会观察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。我们那时候叫观察生活练习，说我们那时候老是去什么火车站，去哪儿小卖部去哪儿，然后再去看人家，看各色人等是这意思对吧？那点儿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就是长在生活里边，可能那个东西出来的那个营养就会特别结实，因为你特别知道从哪儿下手。是我平时就观察，我不掺和。对，90后这确实是一看是平时用脑确实也过度。然后，季大夫这个确实很松弛，然后我开始没有拍摄，我觉得他一直在说这头发，我在想后边是不是有别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等。然后到了最后的1/3，他还在讲这头发，我就被给感动了。感动了，好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很执着的在说这个主题，而说到后来，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就几道杠那个，就是他跟那个领导啊，跟那个就是处室结合在一块儿，我在那儿我拍的，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。对，
而且他的段子呢都是从自己的特点出发，包括之前的减肥，还有这次的脱发嘛，有点自身形象的加持，也会更有说服力，有点人段合一的感觉。哎，我们乐队也有几个脱发的，对。你们乐队不就俩人吗？对呀、我还有其他乐手老师的吴且，对。哎，茂哥不是光头吗？茂哥他剃过光头，但是他还在坚持，不断的有一些新苗在生长。新苗。但很艰难，我知道。能坚持尽量坚持啊。但我的烦恼就是我头发太多，没人问，是没人零人问。我特喜欢他那个包袱，就是那个嘚儿，就是这个音效是特别神来之笔的，因为你只有这个动作，其实大家比如能想象啊，迎着风啊，有一个飞舞啊或者凌乱，但是这个音效实在是非常，一下就卡通起来了。但我不觉得不像发电报，我觉得它像电车，它不是有一那线儿吗？是吧？啊，好嘞，我们谢谢季鹏，谢谢精彩的表演。季鹏演完，我们下一位朋友已经蓄势待发了。话不多说，听懂掌声，有请咸鱼。我在特别紧张的时候，就会用很大的音域一直讲话。存钱，马上给我存钱。其实正常我要演的话，应该是有起伏的一个音量来带着大家往节奏里进。咸鱼他一直跟我说，我这场一定要放松下来，一定要放松下来。开始在上，然后做了有。因为季鹏的稿子我们也看过很多次，也是非常炸的稿子，又是晚场演。然后多多他下来之后，我快上的时候，他就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幸运饰品，他说这个给他很多幸运。你把这个揣着，这个是，这可以炸场。期间呢，他们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是队友在这个赛场上更重要的，两个人奋战是比一个人奋战更好的，你们会给对方很多精神上的支持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咸鱼。感谢这场比赛对我和新博也很重要。最后一次，把热情留给我们两位，鼓掌！感谢你们，谢谢你黄渤老师。看季鹏哥讲得非常好，在台下非常有同感，共情而且害怕。他90年，我96年，6年，恐怕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。谢谢，都不容易，这边没看见，给你们看啊，咱都有的看。我这演出就是好，散着不讲，大伙儿都有的看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最近我也想减肥，一直瘦不下来，去体检，想去体检，一直没有成功，因为体检前一天晚上要禁食10小时，不是说一直吃10小时啊，那我也受不了，是不让吃10小时，不让吃10小时，可以从上海一路开车到湖北。这个朋友问得好。为什么要去湖北？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我饿得快，不用10小时，2小时我就饿了。而且朋友们，我说的饿不是大家对我们胖子刻板印象的馋，不是馋，就是饿，它是有区别的，有区别。馋是舌头的低语，他想吃，他劝你，在你耳边说一些谗言。吃点吧，你又不胖，你又不胖。馋是舌头的低语，饿是胃的咆哮。谢谢。打开手机一看，饿了吗？饿了。我早就饿了。这2天看世界杯，有共情，能同感。
我的嘴像一个无能的守门员，一吃东西胃就高兴，耶，又进了，是伟大的意大利面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人饿的时候会点大于自己食量的外卖，你点的多，花的也多。还好有淘宝闪购，上淘宝闪购搜“夏日军团”，点外卖金团更优惠，点得多吃得饱，这样的 app 不好找，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，真好。感谢感谢感谢！你说这节目播了，咱也念上商务了。之前看他们念给我馋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谢大家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好，商务结束，我们言归正传。饿，不吃不行，有症状，手指发抖，浑身发冷，眼冒金星，去医院查，大夫说低血糖。我不相信，我都没问大夫因为什么，我说大夫，凭什么呀？我低血糖，我像低血糖的人吗？高3那年我就3高了。大夫说谢谢，大夫说我这种症状非常典型，吃得多，饿得快，长得胖，典型的胰岛素抵抗。因为我爱吃主食，米饭、包子、馒头、面条。他说再吃下去容易得糖尿病，勒令我从今天起吃粗粮，给我开了90根玉米，让我拿回来。90根听着多，是1个月的量，我是半个月吃完的，因为我想快点好，你能理解吗？谢谢，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梗，谢谢大家。大傻子喜剧也开窍了，朋友们啊！接着说，他说你管不住嘴没关系，你给我去迈开腿，让我锻炼。我不喜欢锻炼，你们也看得出来，跑步累人，健身房又很丢人。我每次去健身房身材好的人怎么这么多？跟他们一块锻炼，我跟小猪崽儿一样，真的。而且我说实话，你健身房的装修设计不就是为了放大我们普通人的身材羞耻，来让我们办卡买课吗？啊，你看那健身房怎么装修的？好好的4面墙不涂成白的，整2面大镜子，为了让你能看出来自己身材有多差。可以，那剩下的弄成墙，弄成玻璃，为了让路人能看出来你身材有多差。有时候好不容易心血来潮练完力量，想去跑会儿步做会儿有氧，专门把那个跑步机摆在玻璃旁边。我就是因为外边跑步丢人才来的健身房。你知道我们胖子跑步很狼狈的，你知道我在那跑，路过的人看我都是，哎呦，这减肥能解决吗？你这问题都是那种眼神。你知道我原来都不理解为什么向前跑要迎着冷眼和嘲笑。不想锻炼，朋友推荐我，那你就去减重科。现在很多3甲大医院都有了减重科，去了大夫让我打减肥针，司美格鲁肽。哎呦，那针流行厉害，说打肚子上之后吃东西恶心，以此就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。我打了，也恶心了，但它可没有抑制我的食欲，它磨练了我的食欲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对抗食欲了，我之前是靠意志力节食对抗食欲，我的意志力很坚定，虽然看着不像，但我的意志力很坚定，奈何食欲更顽强啊！我都打减肥针了，他都没有退缩，他说哇，还有第2关啊！现在我就打着减肥针不瘦，每天小某书给我推这个打针又瘦了，那个打针又吃不下饭，这个打针没食欲。我现在感觉我活得像一个短剧男主角，全球食欲下降10000倍，我不变。
我和我的食欲合作对抗司美格鲁肽这个药，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。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很惭愧，中间最瘦的时候居然瘦了20多斤，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已经胖回来了。谢谢大家。除了谢谢大家，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蹄花，感谢地三鲜，感谢毛熊，感谢所有好吃的，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当然了，言归正传，我吃粗粮也好，锻炼也好，打减肥针也罢，我也不是为了变瘦去迎合所谓的审美，我就是想健康的享受美食。我觉得咱们爱吃好吃的人就是最美的，对不对？识时务者，对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对不对？说到这儿我也饿了，要去识时务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咸鱼。感谢咸鱼，没有道理。感谢。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感谢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秦博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咱们聊聊咸鱼这段神奇的脱口秀。哇，是博哥是哪次上次说的，就是半夜的就必须来一段这种，对吧？真的是，他就是半夜的炸鸡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热量贼高，解饿。我说你也没亏我刚才根本不负责任的，还没开始讲就给你拍了灯。哦，太感谢了，黄博。我觉得还是相信的，我觉得你有这个能量。特别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的能量哪儿来的。我刚才偷着吃饼干了，才是。就2片，算了，这不卫生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我是穿起来。对，我还是郑重邀请啊，还是里院洗浴节。我太感谢你，这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就说去了以后嘛，就是攒一下这个流量老是流动。我就让你守着一个路口，我估计能把所有人全堵着，你知道吗？谢谢黄渤老师。没有人进剧场了，都看路口的演出。我看双雪涛老师也是疯狂拍灯。对，我觉得都演得太好了，在这个点儿确实一下大家全都精神了，全都被你吸引住了。因为我第一次看他现场表演，他的句子都挺短。对啊，他把这句子切得特别好，然后一拳打过来，一个组合拳。那到最后，我觉得已经跳出脱口秀的变成一个演讲了。到最后再有点文学性了，是不是已经？完全没有文学性，有点短视频性。梦回大清，惊悚炸城。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个选手，然后这个段子又跟他这个表演特别的 match，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match 啥玩意儿？English yeah 啊 match yeah 啊 yes anyway 你来吧。我之前就知道你啊，因为有一次我是看你跟罗老师的一个播客啊，是。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就在听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你已经很好笑了。谢谢您。对，而且就是这种表现，就是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，很短的几句话，就一下子把那个场子给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你，大家都明白。谢谢。I know you. Yeah. 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fun. Yeah. Thank you. Wonderful. Yeah. Potato. Yeah. Potato. Potato 是哪儿来的 ？Tomato. Yeah. Thank you. 对，还有刚才那个90根玉米，对那个特别好，那个半个月吃完了，为了增加疗效，我的天哪，那个太棒了，那个有巧思，太棒了。感谢您了，脑筋急转弯也就是啊。笑得脸疼。
对，我觉得我们看咸鱼的脱口秀的人都特别有福气。其实笑也是减肥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你肚子一直在使力嘛，其实是你的核心在发力。我觉得他这么演也是为了减肥。是，都是教练安排的啊。他一直在这溜达着演，我们就一直在这核心发力，在这使劲笑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笑是生活的减肥药。笑是生活的减肥药。他演一场能减2斤。大林，我是土狗，我爱看。我也是。谢谢郭老师，谢谢。就是任何针对于什么这技法什么的点评，感觉苍白无力。呸！那位朋友说了，哪位朋友说的呀？哎呦妈呀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感谢。我也是在那位朋友问的，我哪有这么一位朋友？但你跟他分析技巧，在这个事儿上没有意义，就是对。你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，因为你要表达一个强情绪，你肯定要势必使用一些语气词或者是一些这种东西。但是咸鱼的句子非常干净，它的节奏，短剧一方面是节奏，但是句子真的非常干净，就是你细拎出来那些什么阐释舌头的低语，就是很准，真的，哎呀，厉害！谢谢哥。大师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谢，也麻烦大伙儿暂且忘掉我们其他人的表演，我们还有一位演员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感谢。谢谢咸鱼，谢谢。咸鱼这次可不是大傻子喜剧，咸鱼这次在狂轰滥炸的时候金句频出啊，他的这个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。因为他那种演法真的太耗费精力了，他在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想感染你们，让你们开心。我不知道他再突破要怎么办，他再突破，我感觉只能从大家的电视机前钻出来，然后给大家表演。吃点吧，你又不胖。就是很饿，听他讲完就很想吃东西。我们直接就吃饭。我们直接吃饭，这是满足。吃饭，等等，看看我们桌上有什么吃的。爆炒饭、猪肝、炸五冰棒，小山包。真饿了，我也饿了。哇！直接吃饭，烤鲢鱼、羊肉串、麻酱串串。哇！哎，怎么不能吃了？上错了。哎呀！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吃饭。我的妈呀！明天中午你想吃啥主食吗？接下来是这个最后一位演员了，等一下吗 ？OK。我知道现在大家脑子里都是咸鱼给大家放进去的精致碳水，但是最后一位演员了，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的新博，风格不同，好好听，我们给这场演出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掌声有请。哎，谢谢啊！特别好。我大概能猜出来你们现在心里边的想法，就是心疼新博。没关系啊，我是大家老朋友，跟大家聊一聊。我这个人，我不爱开车，开车开久了，我会发现副驾是个非常邪门的位置，是个人坐上就要指导你。那个位置就是爹位，是驾驶员最严厉的父亲。I 人做了变异，E 人做了变态，哑巴坐着能说脱口秀。我提车是我的发小旭哥陪我去的，他车开得很好，合计他老司机嘛。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他知道怎么辱骂对方，顺便帮我指点指点。结果全程都是对我指指点点，开着导航给我导航，导航跟他的想法一样，他就复读。前方路口右转，哎，右转，
真的之前我都不知道啊。我聋。导航要跟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就会坚持。你听我的，这块我熟。然后就听导航人家说，你驶新路线，新路线远3.8公里。多个朋友多条路。这回我复读，3点几，他聋了。每次红灯变绿都给我嘟囔一句：“走。”刚学到的技法，这边没看到，这边再来一遍。走。特像训狗。坐。就感觉我在开车，他在开我。我不明白为啥老司机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，稍微有什么事不合他的心意，上来就给你来一套虚词的词组。不是，你这，哎呀，关键在他的语法体系里还能转化成一个弹舌音加一个出鼻音。我生气了，我说要不你开，安抚我会用一套虚词倒装。哎呀，不是你这，会强行给我输出他的驾驶理论，很多都跟法律背道而驰，非让我实线变道。我说那有摄像头，他说你快点变。教练让我先打灯再变道，他让我先变道再打灯。你打灯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变道，那谁能让你呀？你就得歘就过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说那人不骂我吗？骂你说明那个人他没有素质。那我还打灯干啥？不灵不灵的跟后车挑衅呐。好像平白无故我打人一拳，还对着人家 wink。他给我的解释是不打灯追尾了算你全责，回去你好好学学交通法吧。真正惹怒我的是他一个动作，我稍微一加点速他就。这个把手我不知道哪个天才设计的，保护作用一点没有。侮辱意味直接拉满，万一出了事故不抓这把手，还有可能留个全尸。抓了把手至少少个胳膊。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恶心开车的人。车有 A 柱有 B 柱，这个把手就是驾驶员的耻辱柱。我说怎么的？你是不相信我呀？他也不搭理我。走。我就只想跟他同归于尽，我也抓把手。咱谁不是从新手一点一点成长起来，对吧？那天我就发誓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老司机，坐在别人的副驾上，我就睡觉。坐过之后，我的体会是，敢睡，就有机会长眠。那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就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老弟拿了驾驶证让我陪他练练，还没出停车场就蹭了别人的车头，问我咋办。走。他说哥，那有摄像头。我说那快走。你不得不给他导航，他那句话到现在为止还烙印在我的大脑里。哥，我发现这些车怎么都逆行呢？不知不觉，我的手已经抓到了把手上。这个把手就是副驾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。通过那几天对他的观察，我总结了一个判断驾龄的方法。你就看他脸和方向盘的距离。
新手开车都是贴脸开，老司机完全不一样。老司机胳膊腿要是够长啊，他能一屁股坐后备箱里。老司机肯定比马斯克先实现无人驾驶，我管这个叫座位体前驱驾驶法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情况会比我坐在新手副驾上更让我绝望。当这个新手是我对象啊，我对象是个东北女孩，比较强势，她很特别，特别强势。说梦话说的最多的都是你服吗？刚拿了驾驶证，张罗我们去甘南自驾。你说情侣两口子开车很容易吵架。刚才王哥也提了，有个综艺节目叫《再见爱人》。说是让快离婚的两口子出去自驾18天，听听，节目组就没憋好心啊。我看了正片里边自驾的镜头很少，放不出来，全得逼掉。我想看的都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里，你放出来的综艺都得改名，就叫《国粹巅峰对决》。我们是跟朋友借的一台比亚迪，我说要不我开，他一个眼神，我已经在副驾上系好了安全带。该说不说，整个人还是很规矩的，上来就按照驾校的要求逆时针绕车走了一圈，表情也极其的庄严肃穆，仿佛就在瞻仰我的遗体。话不能不说，不说他真困难。我说宝贝，要不要喝点咖啡？不喝了，再喝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我说哥，你现在就要睡着了。全程他看着前边，我盯着他，他闭眼我都没敢闭眼。为了不疲劳驾驶，你就只能疲劳副驾驶。但你知道有些人呢，他是能够睁着眼睛睡觉的。我怎么发现的？他开着开着问我：“你服吗？”那我肯定是服了呀。但其实我没怎么害怕，因为我发现这台车搭载了比亚迪天神之眼自驾系统，敢兜底真安全。我说哦，原来开了天眼，你开吧，我睡会儿。我敢睡，难得我有个机会能够短眠。话也不能多说，因为懂得一个道理：太监不能干政，只能用合适的语言给建议。前面是左转，啊，右转，都能到。地球是圆的。但我觉得自己还是狭隘了，跟新手也能学到很多新技术。会车，你打转向灯，别人不一定让你；但如果你打雨刷器，再滋点玻璃水，那就有2把刷子。那次旅行我玩的特别好，每次下车都仿佛劫后余生。活着就挺好，哪来那么多烦恼？我还矫情呢，我说往后余生请多指教。他说你开吧，我睡会儿觉。我也偷偷地滋了点玻璃水，阳光暴晒，车窗上就有彩虹。他没说梦话，但我服了。那一刻我挺幸福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辛波。谢谢辛博。喜欢辛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美妙啊，不一样啊，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咸鱼就是直接拿了个2粒子，然后起开，刚刚刚就给倒上了。他这个就有点像调酒，他很稳，很有节奏，一步一步的，到什么阶段配一点什么酒啊，这个干的前调后调，最后还有点浪漫，还2个人之间的，而且其实也是在生活里边大家都能见到的这些，是小细节，非常好，这节奏还有各方面，就是非常喜欢。谢谢黄渤老师，哎，能接咸鱼这个场子就挺不容易的。是，而且他是这在哪儿？是文接。
前面一个张飞在这啪啪啪劈了一阵子，然后上来亮一把扇子，扇2下再聊，你知道这个感受不太一样。他讲的时候，这东北话挺特别的，是一种字正腔圆的东北话。原教旨。他模仿着那故事里边其他人说话的那个口音，其实跟他正常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嗓音条件是我们厂。但我很喜欢他这个字正腔圆的东北话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风格的一个工具。包括我看你在台上走来走去，我都跟着你那个故事的节奏都是很符合的，我觉得确实是很成熟。对，我其实在用脚画阵啊，是一个迷魂阵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因为那个本身我跟嘻哈在这个赛段就是小组，然后我们也会相互之间取长补短，包括有些表演上的东西，我其实经常就是偷学啊。学了啥呀？就是舞台上一些动作呀，包括一些声音的调节呀，我觉得都在慢慢的去做吧。我一直是想拓展这方面自己的能力。你刚才说那个红灯转绿灯那个走，那个就特别妙，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妈就那样的。你这里好多细节就会让我想到身边的很多人。其实你就说来说去，其实就开车这点事儿，但是你好多的角度，就反正就是非常惟妙惟肖的，把我们所有人脑子当中都填满了画面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好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你描述那个方向盘，还有那个把手。对，我想跟任科说几句啊，因为我是个摇滚乐迷。OK。18年，我从深圳去广州，从一个地铁站出来，一转身就听到一个乐队的声音。我就感觉这个乐队又不摇滚又不民谣 ，OK。然后有一个歌声就扎到我大脑里了，就是那个你的头发是怎样被风吹乱的。哇哦，你喜欢这首歌？我其实喜欢曹操，你别怕。哇哦，他是个老乐迷，这些歌现在很少在音乐节上唱。对，因为不火嘛。但你喜欢那个我的头发那个？你看那风，有时往东吹，哎呀，有时往西吹，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。哎呀，我开场应该唱这首歌哈，非常感谢。对，好，留个微信，下次演出邀请你提前把购票链接发给你，提前。好嘞。还在买票。你可以买到第一张，这一看这是个实诚人啊！是，真的是这个就好，就不用我再多夸了。然后我觉得从任科老师今天的体验来说，这一天应该是挺美好的。哎，非常非常是吧？从这个下午整个这开场是吧？然后中间咱们那个插招换式的聊了半天，玩了半天，也算是今天您正式的接触脱口秀，看了一整场，到最后你看。到这儿看心灵有共鸣了，你看在这儿有相拥了，多好啊！我其实不太会点评，但是其实事实上我有很多话要说，然后后面在想啊，太难了，非常难。各位都有各位自己的技术跟技巧，非常难。就想起我以前我们在做音乐，乐队在做音乐，在打磨某个细节一样，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情。但是你听到了，对吧？那个头发。对吧？有时候往东吹，有时候往西吹。我在想，什么人会写出这样的歌词？就风往东吹，又往西吹。然后我后来知道你是海陆丰人，我说台风也不会这么刮，应该是龙卷风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辛博。那辛博演完，我们这半场的4组8位朋友都完成了表演，请大家都回到舞台中央。按照惯例，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公布的是后面表演的4位朋友的票数，结果如何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是最高的了，今天便宜210。哪一组会获得晋级的机会？2个人的票数相加，结果如何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恭喜新希望集团！冬水相继手机本身。哎呀，很遗憾，按照规则，我还是要先请大老王、汽油、几鹏、南瓜，还有多多、咸鱼暂时前往待定区。
恭喜嘻哈新博直接晋级。我们吗？我们全场总分最高分，没有奖啊。没有奖。当当当当，谢谢。啊，当当当当，全仗。这次能感觉到他有这种团队和队友的那种感觉在。其实两个人其实相互鼓励，因为不知道明天会面临什么，就是你感觉他在现场，在旁边，你就比较有安全感。我们像是一张桌子，看起来四平八稳的，但总有一个腿儿可能会稍微短那么一点儿，这一点儿可能就得需要朋友给你一点，让你更平稳一点。我觉得待在一起，两个人成为感情了解的非常深刻的朋友。那有可能在短时间内，你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很难忘的事情，很难忘的阶段，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。人能够在30岁左右还能够遇到这么默契的朋友，真的很珍贵。那这一组演完，我们这整个一个赛段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。刚刚任科也谈到了一点这一赛段整个的感受，我们其他几位要不要也简短的分享一下，跟大家？渐入佳境，就是感觉是越来越好。就一开始其实对这个赛段开始有了一些担心，因为确实是到了中间的时候，大家创作上会有一定的压力跟疲劳，但是一看还是有办法、有能量能够出来好东西的，所以说对后面就更加不担心，就知道后面一定还是会有好作品出现。最难的关基本已经过去了。这个没办法，虽然说特别心疼选手朋友们呕心沥血准备这些作品，但我们作为观众啊，观众和演员本身你就不能一条心儿，我们必须就得逼他们，就得让他们把最好的作品拿出来奉献给大家，是吧？对，今天是一把看了很多。对，我觉得这里边各种讲法、各种类型，然后各种手法，就对我有很有启迪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还是很过瘾的。谢谢双老师，谢谢。随着这场演完，我们友谊路对抗赛的下半场就全都结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。淘宝闪购更优惠，你的喜报已就位，请看大屏幕。我们恭喜本期晋级的所有演员，同时恭喜咸鱼215票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。够快、够好、够优惠，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，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。再次恭喜咸鱼！除了已经晋级的这些演员朋友们，我相信无论是观众朋友也好，还是大家心中也好，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也会有一些遗憾。我们像以往一样，这赛段还是会根据演员的个人排名确定最后的补位晋级名单。最终我们会还有12位演员朋友再次回到舞台之上，请让我们看一下谁会回来。另外要向大家说明的是，我们这一赛段的淘汰选手中呢，有一位朋友在第一赛段获得了复活金牌，他可以在这个阶段在此刻使用。徐指导，请你带好复活金牌回到主舞台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竟然掉的是导子的金牌，谁能想到呀？这谁能想到呀？第一轮发了10块金牌，然后2轮了，我是唯一一个用这个东西的，哎，得亏有我，要不然导演组想这个赛制白想了，这是。太丢人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们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。最后，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一赛段的全部晋级名单。再次恭喜23位晋级的演员，期待大家后续的精彩表现。到这儿，这一赛段就全部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，感谢我们主持人庞博老师，下周再见。我参加喜单的比赛一共参加了3轮，其实在跳水比赛来就是3轮，预赛、半决赛、决赛，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我自己的决赛了。
能走到第3轮已经很棒了，我真是棒棒的。做单口可能更多来说是，帮助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过程。我是仍然对喜剧深入灵魂的热爱的王凯峰，这个是一贯的，不会改变。没有遗憾啊，非常完美的一个赛程。很多人吃掉，你心情就会立刻变好，这就是大老王糟心事儿的意义。你卓言，你不差的，请继续走，不要停留。我觉得我做到了享受那一刻，3次舞台基本上都是自由自在，不问前程。喜报喜报，美味浪漫依旧味，淘宝闪购最优惠。让我看看淘宝闪购准备了什么样的浪漫惊喜。哇，这看起来也太香了！上淘宝闪购搜花小小炒米粉6折起，痛快嗦一碗。还有浪漫鲜花好礼，搜77高颜值花束99元起，000元大券包。哇，美食鲜花双重惊喜！感谢够快够好够优惠的淘宝闪购，这浪漫太香了，赶紧嗦起来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2，真好喝呀！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设计的放松操，写稿子没有灵感的时候跳一跳很有用的，你要试试吗？我说你手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你说这个，这是维他柠檬茶，真茶真柠，爽快，来试试。爽，果然有用，写稿子去。哎，你不想跟我学做操吗？高颜值花束99元起，000元券包。七夕上淘宝闪购送花更优惠。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笑点稳稳接住，成长稳稳守护，宝宝成长有底气，上场有实力。感谢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听个段子电充好，感谢5分钟充好，9分钟充饱，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。轻松爆梗随口来，一口维他爽开怀。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。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自拍旗舰，2亿自拍一出手，追星大片跟着走，为健康护航，让快乐加分。感谢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赞助播出。土地有温度，美食有态度。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。欢迎大家来到收工了喜剧庄，欢迎大家。咸鱼的泡芙，哇塞，吃这东北菜就很有那种过年的感觉。有没有小零食吗？我一般就是在这种比赛之前，我会准备一些小零食。我有一计防住咸鱼的总决赛，就是给他一个衣服，不带任何兜。太恐怖了，断你粮草！我的妈呀！今天现场所有人都要坐南瓜的马车，你想宰谁？这可能就让他预测本赛季冠军了。今年30岁嘛，我就在这点吧。在自己30，多多，恭喜多多成为喜剧王张口记第3季总冠军！感谢咸鱼，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让我们明年再见。这次呢，是我们每个人还另外都得到了一个隐藏任务。小馋猫偷东西呢，你是不是在这做任务呢，南瓜？我任务是和咸鱼。咸鱼进来第一句话，贼吃这玩意儿。想必大家也吃饱了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有氧卧底舞啊！来老舅，我来。下地动作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小海，安全出口。先把他投出去。卧底卧底卧底。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半决赛，欢迎物理老师、气氛组组长杨天真。我在国内都没见过跳蚤，到国外才知道这玩意儿吸血。作为娱乐公司的老板，从来只有别人骂我吸血，没想到我也有被吸血的一天。就一到那个海滩，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，妈呀，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我当时都说不出来中国话。我说 Oh my God， 你真的吓到我了。颠覆
峰对决，那巅峰的歌手一个都没在。还有那种骂的搞笑的，说你装什么装，还戴个墨镜？你起个网名叫黑灯，就真当自己瞎了吗？有崽的真丢死！那火锅不吃，烧烤不吃，啤酒不喝，可乐不喝，你想喝什么？麻辣烫也不吃。现在小孩儿，我生在杨国不知福。因为我表哥喜欢说唱，哎呦弟弟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叫那个人演员老师？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圈钱小子，他的喜剧技巧也就骗他的粉丝。怎么样？我说我感觉你的拼音就学到了滋滋滋。但要是我要上电梯就不一样，我上电梯，我看电梯门要关闭，我就会尖叫。他能装看不见，他不能装听不见吧？等一下，海龟音。老板说人齐了，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，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，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，我在中间旋转跳跃，但不闭眼，转得我眼花缭乱。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。第一个晋级总决赛的演员会是谁呢？台上是谁在领奖？不是我在角落飘飘飘领奖。不是我。排队排最后合照站最边上。我咋办？你开场唱，我赶场，频率就响。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就这气场。你只是北京腔，我可是北京腔。没有万人敬仰，只有万人敬仰。就我自己努力奋斗，就算是个路人甲，谁也要翻身吧。浪花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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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谁不是个路人甲？谁又有？每周一12点，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。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硬化 Max 高品质视听，解锁100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第3季，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，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。上百度 APP 搜索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第3季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，上百度搜索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第3季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第3季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上前程无忧无要照，找高薪工作，赚到你笑。下载网易小蜜蜂，看年轻人的朋友圈，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，外教课堂轻松听懂，跨国会议无碍沟通。听播客，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，聊更多幕后故事。